時間來到6月11日，2026年正好走完了一半，這是一個很適合算賬的日子。前面半年發生的事情已經塵埃落定，足夠我們把帕克的每一句話攤在陽光底下，一條一條的核對。所以今天我們就一頁一頁的翻下去，看看帕克到底說中了什麼，又到底錯在哪裡，而我們為什麼反而要對着那個錯誤深深的鬆一口氣。在我們開始之前，有一件事得先說清楚，帕克之所以能讓這麼多人豎起耳朵，是因为在他的支持者眼中，他過去30年接連說中了好幾件大事，從英國脫離歐盟，到那一場席捲全球的瘟疫，再到一位女王的離世。當然，也有不少人對這些記錄抱持懷疑，認為其中有些不過是事後的對號入座，有些則含糊的幾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種結局上。這兩種聲音，我們都把它放在心上。我們今天要做的，不是把帕克捧成一個無所不知的神，也不是把他貶成一個招摇撞騙的騙子，而是老老實實的把他說過的話和真實發生的事並排放在一起，讓大家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斷。畢竟預言這種東西最迷人也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它總是要等到事情已經發生之後才顯得那麼理所當然。我們先翻開賬本的第一頁，星鏈遭制裁。在過去這半年，如果你只盯着新聞的大標題，你大概會以為馬斯克的星鏈是天下無敵的。他在軌道上的衛星數量已經突破1萬顆，訂閱用戶超過1000萬，他是全球毫無爭議的最大衛星營運商。他甚至已經放話要在天上部署多達100萬顆衛星，建立一張環繞地球的軌道資料中心網絡，用太陽的能量去餵養最先進的人工智慧。聽起來，這是一個準備把整片天空都收進口袋的霸主。可是如果你願意把鏡頭拉遠一點，你會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一個被四面八方同時下手圍剿的故事。第一只手來自伊朗。當伊朗當局在年初血腥鎮壓示威，並且大規模切斷網絡的時候，美國政府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情，他們把大約6000個星鏈終端機悄悄地運進了伊朗，幫助那些被困在黑暗裡的人重新連上整個世界。這背後其實藏着一個很深的算計。美國官員早就發現，自己花大錢資助的那些翻牆工具，一旦對方把網絡整個切斷，就全都成了廢鐵。而星鏈恰恰讓這個難題不復存在。可是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動用了軍用級別的干擾設備，硬生生地把星鏈的訊號大面積壓了下去。一邊是衛星從天上灑下自由的光，一邊是地面用電波築起高牆。這場無聲的戰爭，正是帕克口中那種科技與權力激烈碰撞的縮影。第二只手來自北京。早在2025年的12月，中共代表就在聯合國安理會一場關於低軌衛星的會議上，對着星鏈發動了一場猛烈的圍攻。他們指控星鏈嚴重擠占頻率與軌道資源，增加太空垃圾與衛星相撞的風險，還說它被恐怖分子、分離勢力以及電信詐騙集團大量使用。他們甚至不點名的批評，有人大量利用商業航太實體去提供軍事偵察與戰場通訊，直接介入別國的武裝衝突。又說有些低軌衛星星座無視別國法律，私自在別人的領空與邊界上空開通訊號，變成了干預別國內政的工具。這一連串指控聽起來義正辭嚴，可是只要你把它翻譯成大白話，意思其實很簡單。這顆衛星網讓我們渾身不自在，我們想方設法要把它框起來，這就是一份寫在台面上的圍剿宣言。那麼北京為什麼這麼害怕一張小小的衛星網？答案其實很赤裸。對一個習慣了用防火牆把人民圈在牆內的政權來說，最致命的威脅從來不是飛彈，而是訊號。當美國政府開始準備一個專門幫人翻牆的破網平台，又有星鏈這樣一張無視地面封鎖的衛星網在天上盤旋，那道辛辛苦苦築了幾十年的高牆，是不是隨時都可能在某一個清晨悄無聲息地塌掉一角？這份恐懼比任何戰場上的失利都更讓人坐立難安。所以與其說那是制裁，不如說那是一個被嚇壞了的巨人，在叛命地推開一個他根本擋不住的東西。第三只手更出人意料，它居然來自五角大樓，來自星鏈自己的祖國。在這場中東衝突裡，美國國防部和馬斯克為了星鏈的收費吵了起來。
國防部拿星鏈去支援無人機作戰，馬斯克這邊卻認為那些短命的自殺式無人機根本不符合原本談好的民用協議，雙方為了每一架無人機到底該付多少通訊費僵持不下，最後五角大樓只能摸摸鼻子，同意提高價碼。你想想看，連自己的政府都要為了一條網路線和一家私人公司討價還價，甚至被反過來指責違反協議，這本身就說明星鏈早就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股讓所有人既深深依賴又深深忌惮的力量。一個商人握着一個連超級大國的軍隊都離不開的開關，這件事本身的分量足以讓任何一個國家在深夜裡輾轉難眠。而第四只手來自歐洲，法國一家大型工程集團的執行長公開警告，歐洲絕对不能繼續把命脈交在美國的基礎設施手上。他說，未來有2件事，歐洲一定要看清楚它們究竟有多巨大，一個是人工智慧，一個就是衛星。他甚至直言，歐洲根本還沒意識到把整片大陸的連線完全托付給美國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因為一個非國家的單一力量竟然有能力一手切斷整片大陸的網路。於是歐洲開始急着推動所謂的數位主權，扶植自己的衛星系統，亞馬遜的低軌計劃，歐洲通訊衛星旗下的星網，乃至中國自己的國網，全都在這場太空競賽裡你追我趕。而在更遠的地方，納米比亞直接拒發星鏈的營運執照，南非則卡着本地股權的規定遲遲不放行。你看，從伊朗到北京，從五角大樓到歐洲，再到非洲，制裁、封鎖、圍剿，這些字眼像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朝着這一張衛星網湧過來。而最危險的一只手甚至不在地面上，而在太空裡。早有情報顯示，俄羅斯正在研制一種針對星鏈的反衛星武器，它的原理冷酷得近乎科幻，是在衛星所在的軌道上撒出數十萬枚以毫米為單位的高密度碎片，一次就能癱瘓一整片衛星。而且這些碎片小到能逃過常規的追蹤，讓受害的一方連找誰算賬都做不到。正因為頭頂上懸着這樣一把刀，星鏈才會在年初宣布要把衛星的軌道整體降低，借此縮小被一鍋端的風險。當一張原本用來連接世界的網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太空中躲避暗算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早就不只是一门生意，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要真正讀懂這場圍剿，我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這個世界為什麼會對一張衛星網懷着這麼深的恐懼？答案其實藏在烏克蘭的戰場上。早在2022年，當烏克蘭的軍隊試圖偷襲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外海的艦隊時，正是因為馬斯克拒絕在那一片海域的上空開通星鏈的訊號，那一次精心策劃的攻擊，最後無功而返。你細細品味這件事的分量，一個遠在天邊的商人僅僅是按下或是不按下一個開關，就足以左右一場戰役的成敗，甚至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這種力量在人類的歷史上幾乎前所未有。也正因為如此，從莫斯科到北京，從德黑蘭到華盛頓，每一個大國都本能地想把這個開關搶到自己的手裡，或者至少要確保它永遠不會在最關鍵的那一刻對着自己悄悄關上。所以說到底，星鏈會被這樣四面制裁，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太弱，恰恰相反，是因為它已經強大到讓全世界都感覺到了害怕。當然，我們也必須很誠實地承認，世界對星鏈的這份戒心並不全是空穴來風的疑神疑鬼。就在過去這段時間，那些盤踞在東南亞靠着電信詐騙撈走天文數字般金錢的犯罪集團，確實被人發現正大量使用着星鏈來架設他們的地下網路。光是緬甸境內一處罪惡的園區裡，被查獲的星鏈裝置就數以百計。而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星鏈也確實出手，一口氣切斷了緬甸詐騙重鎮裡超過2500台裝置的連線。你看，這就是一張無視地面封鎖的衛星網最尷尬也最真實的兩面性。它既能成為黑暗中遞給受困者的一束光，也能變成犯罪集團手裡一件趁手的凶器。一種強大到能夠繞過所有國界的力量，它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恐怕從來都不取決於他自己，而取決於到底是誰在使用它。帕克在他的預言清單上早就寫下了石油權力與制裁的轉移，
寫下了一場重大的網絡或人工智慧風波，也寫下了一場圍繞着太空科技的巨大震盪。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它描繪出來的正是一个科技巨獸一邊全力衝向天空，一邊被地面上的權力反覆撕扯的2026年。這一頁它對上了。可是這個故事最荒謬也最精彩的地方還沒講完。就在星鏈被全世界口誅筆伐的同時，他的母公司卻在6月12日登上了納斯達克的舞台，發行價是每股135美元，一開盤就直接跳上150美元，收盤大漲將近 19%， 整間公司的市值衝到大約 2.1 兆美元，一舉改寫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公開發行記錄。而馬斯克本人也在那一天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身家突破兆美元的富豪，一邊被制裁，一邊被加冕。這就是星鏈在2026年的真實處境。被詛咒的和被供奉的原來可以是同一個。我們不妨再回過頭好好掂量一下6月12日這一天的分量。 2.1 兆美元，這是一個我們大多數人窮盡一生的想象力都很難真正感受得到的數字。它一舉超越了人類歷史上過去所有的首次公開發行，把這一間公司直接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那個一手締造了這一切的人，也在同一天成為了這顆星球上第一個身家跨過兆美元門檻的個體。請你想一想這個畫面的荒謬。在伊朗，他的衛星正被軍用設備瘋狂干擾；在北京的安理會上，他的公司正被一字一句的痛斥；在歐洲，無數人正憂心忡忡地討論着該如何擺脫它。可就是在這樣四面楚歌的同一個時刻，全世界的資本卻爭先恐後地把它高高地捧上了神壇。歷史有的時候就是這樣，荒誕得讓人說不出話來。更耐人尋味的是，如果你掀開那份上市文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真相：星鏈幾乎是這間龐大公司裡唯一明確賺錢的板塊。光是去年就帶進了大約114億美元的營收，利潤率高得驚人。可是整間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卻還是淨虧損了大約 42.8 億美元，因為它把海量的資金全都砸進了人工智慧的基礎設施裡。換句話說，市場上那些瘋狂搶進的人買的根本不是眼前的獲利，而是太空加上人工智慧的那個無比遙遠又無比誘人的長線想象。整個世界正在用真金白銀替帕克筆下那個既混亂又荒誕的科技未來投下信任票。而這一份信任的背後，其實藏着一個更加龐大也更加令人不安的野心。馬斯克要的從來就不只是讓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都能上網這麼簡單，他真正盤算的是把成千上萬顆衛星變成一座座漂浮在軌道上的資料中心，直接在太空裡用那永不間斷的太陽能去餵養那些最飢渴的人工智慧。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當運算不再需要地面的電廠與機房，當人類最強大的智慧開始在我們頭頂的真空裡日夜不停地思考與生長，這究竟是一個讓人興奮的未來，還是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未來？一張原本用來連接人心的網，正在悄悄地長成一頭誰也無法完全掌控的龐然巨獸。當市場為它瘋狂出價的時候，買的其實正是這個既遙遠又危險的夢。而帕克筆下那一場圍繞着太空與人工智慧的巨大震盪，說的不正是這件事嗎？而在這場盛宴的最邊緣，還站着我們台灣。當美歐的大廠為了國防機密，開始要求供應鏈一步步去中國化，把產線搬向東南亞與北美的時候，台灣那些做衛星電路板的廠商反而站上了風口。有的公司光是太空板的市占率就高達90%。一張在伊朗上空被干擾，在北京被痛罵，在歐洲被警惕的衛星網，它最核心的零件卻有很大一部分安安靜靜地產自我們這座島。這份微妙又真實的牽連提醒着我們，帕克筆下那盤又混亂又荒誕的科技大棋，從來就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早已身在其中的現實。這一頁翻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看見了。我們翻開第2頁，歐洲暴動。如果說星鏈那一頁還帶着一點科幻的色彩，那麼歐洲這一頁就是赤裸裸的火光與碎玻璃。故事其實從2026年的第一個夜晚就開始了。當全世界都在跨年倒數，舉杯迎接新的一年時，
歐洲的好幾座城市卻陷入了一片火海。在布魯塞爾，超過150人被逮捕，幾十輛汽車被燒成空殼，消防員一邊救火，一邊被石塊與燃燒物砸向身體。在阿姆斯特丹，一座19世紀的古老教堂在暴力的夜裡受到衝擊。在法國，全國上下有超過1000輛車被付之一炬。在德國的柏林、漢堡與魯爾區，警察與消防員在近距離被非法煙火攻擊。許多社區在那一夜成了連救護車都不敢開進去的禁區。新年的鐘聲本該象徵着一切重新開始，可是在這片大陸上，它卻無情地照出了政治人物最不願意承認的那一道裂痕。更讓人心裡發涼的是，這把火的引信竟然可以是一場足球賽的勝利。當一支非洲球隊在跨年夜捧起非洲杯，某些社區裡爆發的不是融入這個國度的喜悅，而是一種宣示地盤的姿態。一場本該屬於慶祝的勝利，在街頭變成了對警察與消防員的攻擊。問題從來都不在足球，而在那份對所在社會缺席的歸屬感，在那種把公共空間當成展示身份的舞台，而不是當成共同家園的心態。而這樣的場景正在整個歐洲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地上演。緊接着上場的是農民。2026年1月，法國的農民開着拖拉機浩浩蕩蕩地衝向巴黎。他們很憤怒，因為層層疊疊的法規，因為一紙又一紙的貿易協定，因為一場牲畜疫病的衝擊，也因為那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的價格與環保要求。1月14日，當超過150名農民在農業部門前和平抗議的時候，警方一口氣逮捕了52個人，其中甚至包括好幾位全國性組織的發言人，以及一個國際農民運動的總協調人。連聯合國的專家都看不下去，公開表達憂慮，說這是在把和平的工會活動當成犯罪在對待。從都市街頭的怒火到田野鄉間的怒火，整片歐洲像是在同一個冬天裡被點燃了無數個火種。而火不只燒向政府。就在3月，當中東的戰事掀起的時候，一波針對猶太社群的攻擊橫掃了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與英國。一座座猶太會堂成了遠方戰火在歐洲投下的陰影。一個原本在中東的衝突，竟然能讓歐洲好幾個國家的街頭同時緊張起來。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脆弱，正是帕克一再警告的那種意識形態的撕裂。到了5月，火勢非但沒有熄滅，反而燒得更旺。5月1日國際勞動節，從巴黎到柏林，工人走上街頭，把一個原本屬於勞工的溫和節日硬生生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政府示威。而真正把這一夜推上頂點的，竟然是另一場足球賽。5月30日，巴黎聖日耳曼在歐洲冠軍聯賽的決賽中擊敗對手，捧起了那座夢寐以求的獎杯。照理說，這該是一個舉城歡慶的夜晚，可是慶祝勝利的巴黎卻再一次陷入火海。那一夜，將近900人被捕，全法國有75座城市發生暴動，大約200名警察受傷，15個城鎮出現搶劫，無數汽車被燒成灰燼，路障在街頭被一道道築起，各式各樣的商家遭到攻擊。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裡，這已經不是輸球的憤怒，而是贏球的狂歡。可是它的結局卻和憤怒沒有半點兩樣。當勝利和失敗都能通往同一場暴動的時候，你就知道真正在燃燒的從來都不是那一顆足球。而這些畫面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其實還不在那些被燒毀的汽車與滿地破碎的玻璃本身。它真正讓人心驚的是，它照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當一座城市連一場球賽的勝負都能變成彼此撕裂的理由時，這就說明那一道裂縫早就存在了，足球只不過是恰好把它點燃的那一根引線。一個健康的社會本該在勝利裡一起歡呼，在失敗裡一起反省。可是當這一切最後都只能化成街頭的熊熊火光時，真正在燃燒的其實是這個社會對他自己的信任。歐洲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想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編進同一個故事裡，而這一個又一個失控的夜晚正在無比殘忍地逼問着那一個故事會不會打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帕克看穿的從來都不只是暴動的表象，而是那一片繁華底下早已一觸即發的深層焦躁。有一份長期追蹤全球抗議的資料庫顯示，
在過去的12個月裡，全世界爆發了超過123場重大的反政府抗議，超過69個國家被捲入其中，而歐洲正是這場風暴的核心地帶。帕克早在他的2026年清單上就一字一句寫下了橫掃歐洲的反移民暴動，寫下了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衝突，寫下了一場年輕世代的反叛與文化反彈。他甚至特別點名了法國、德國、意大利與荷蘭。當我們把這些預言和真實發生的事情並排放在一起，那種高度重疊的程度確實會讓人的背脊竄上一股寒意。不過我們也要很誠實地說，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其實從來都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一個積壓了幾十年的移民與融合問題，一群被貿易和物價逼到牆角的農民，一代對未來感到絕望又憤怒的年輕人，這些火藥本來就一桶一桶堆在那裡了，差的只是一根火柴。帕克或許並不是真的看見了什麼魔法，他只是比我們大多數人更早，也更願意去正視那些我們不敢直視的裂縫。可是即便如此，能把火柴落下的地點都點得這麼準，這份賬本翻到這裡，我們也只能在歐洲這一頁再畫上一個沉重的對勾。我們再翻一頁，這一頁寫的是中東。關於伊朗，帕克說過的話可以說精準的令人有些不安。他很早就預言伊朗的核設施會遭到攻擊，而且還會有一波非常精準的後續打擊，時間就落在2026年的3月前後。他說他感覺不到地面部队的大舉入侵，更多的是空袭，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動。他甚至預言這場衝突會迅速升高，然後又戛然而止，最後在伊朗內部掀起一段劇烈的動盪，並且可能朝着一個全新的伊朗走去，一個女性能夠重新擁有自由與權利的伊朗。然後我們看看现實。2026年3月，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打擊，川普公開宣布要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計劃、飛彈能力與海軍，並且說美國已經進入了主要的作戰行動。在第一波打擊裡，伊朗的最高領袖以及大批高階軍政官員在攻擊中喪生，核設施遭到轟炸，戰火甚至一度延燒到也門。緊接着衝突在快速升溫之後，又如同帕克所說的那樣，慢慢的冷卻了下來。從攻擊核設施到領袖隕落，再到迅速升高又迅速停止，帕克在這一頁上寫下的劇本幾乎和現實一行一行的對得上。他甚至連那一絲在廢墟之上重生的盼望都寫了進去。一個女性能夠重新呼吸的伊朗，一個在劇痛之後或許能走向自由的伊朗。這份在最黑暗的預言裡仍然替人留着一扇窗的姿態，其實也悄悄為我們後面要講的那個轉折埋下了第一顆種子。而這一場戰火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從來不肯乖乖地待在中東。當德黑蘭的夜空被照亮的那一刻，遠在幾千公里之外的歐洲，一座座猶太會堂的門前，氣氛瞬間就緊張了起來。也門的方向也很快被戰火掃到了邊。一顆在波斯灣投下的石頭激起的漣漪，竟然能夠一圈一圈地擴散到整片大陸。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也最脆弱的寫照。這個世界早就被一根又一根看不見的線緊緊地綁在了一起，任何一個地方蹦出的火星都有可能順着這些線一路燒到一個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角落。帕克之所以那麼讓人害怕，或許就是因為他比我們更早看見這個世界的每一道裂縫其實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彼此相連，隨時準備着一起崩塌。到這裡，賬本已經翻過了3頁，星鏈被圍剿，他說中了；歐洲在燃燒，他說中了；中東的核設施被炸，領袖倒下，他也說中了。一個又一個對勾畫下去，我們幾乎要忍不住承認，這位末日先知這一次真的把整個2026年的劇本提前讀了一遍。可是在我們翻到最後那一頁，那個錯得最離譜的數字之前，還有一頁必須先攤開來看，因為它是連接前面所有災難和那個最終末日的最關鍵的一座橋。這一頁寫的是中國。帕克對中國的預言向來陰沉，他描繪過一個陷入內部分裂的中國，薪水發不出來，債券被凍結，還有一場規模驚人的基礎設施災難，也許是一場列車事故，也許和某座巨大的水壩有關。
他預言會有一位高層人物神秘的消失或死亡，預言最高領導人的健康會明顯的惡化。而在這一切的盡頭，他壓下了一個最大膽的賭注。他說，最終的結局是一個分裂成好幾個國家的中國，而不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龐然大物。這一頁恰恰是整本賬本裡我們最難打勾也最難畫叉的一頁。它不像星鏈的上市那樣有一個清清楚楚的日期，也不像歐洲的暴動那樣有一張張燃燒的照片。它是一種緩慢的、彌漫的，在水面下悄悄進行的東西。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在重壓之下發出的吱嘎聲響，一場場欲蓋彌彰的人事風波，一張張被刻意模糊處理的面孔。這些徵兆到底是不是帕克所說的那場大分裂的序曲，還是僅僅是一個老大帝國尋常的陣痛？沒有人能在6月11日的這一天給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答案，因為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會敲鑼打鼓地公開宣布，它總是用一種模糊不清的姿態，從一道道細小的縫隙裡悄悄地滲出來。一筆遲遲發不出來的薪水，一張突然被凍住的債券，一個忽然從所有鏡頭前消失的名字。這些事情單獨拿出來看，每一件都可以說只是巧合。可是當它們密密麻麻地疊在一起的時候，你就很難不想起帕克筆下那個正在悄悄崩解的龐然大物。一個習慣了把所有問題都藏在牆後面的體制，他這輩子最害怕的事情，從來都不是外面的敵人有多強，而是有一天，外面的人終於看清了他牆上那一道道越裂越大的縫。而這個龐然大物究竟只是在打一個漫長的盹，還是真的已經走在分裂的路上？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直接決定那一根對着我們而來的引信最後究竟會不会被點燃。但正因為這一頁懸而未決，它才如此重要。因為帕克口中那個中國的命運和我们接下來要講的那個末日是緊緊綁在一起的。一個內部正在裂開的中國，在他的劇本裡並不會安安靜靜地走向終局，反而很可能會在最焦慮、最不安的時刻向外尋找一個宣洩的出口，一個轉移視線的戰場。而那個戰場，那根能把整個世界一起點燃的引信，他早就已經選好了。那個名字我們每一個人都再熟悉不過。那麼帕克到底錯在哪裡？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弄清楚一件事：帕克最深、最黑暗，也最讓他配得上末日先知這個稱號的那一個預言到底是什麼？不是星鏈，不是歐洲的火，也不是中東的飛彈，甚至也不只是中國的裂開。在他的版本裡，這些統統只是序章，只是開胃菜。真正壓在這本賬本最底下的那一塊巨石，是一場足以吞噬整個世界的大戰。很多年來，帕克反復地說着同一個畫面。他說，他感覺2020年代會有一場圍繞着台灣的衝突，而且很可能是一場意外引爆的衝突。也許是2架飛機，也許是2艘潛艦，在某一個誰也沒料到的瞬間突然相撞，然後局面一發不可收拾。他說，這場衝突會把俄羅斯也拉進來，站到中國那一邊，會讓整個局勢徹底失控。他甚至用了一句讓所有人聽了心頭一沉的話。他說，和這場大戰比起來，烏克蘭的戰爭都會顯得微不足道，這會是接下來整整2年裡最嚴重的一件事。而在更近的時間裡，當中東的戰火真的燒起來時，全世界又開始集體擔心，這把火會不會一路蔓延，蔓延成第3次世界大戰，蔓延到連華盛頓、連紐約這樣的城市都要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在某個清晨挨上致命的一擊。而帕克之所以會把這一根最致命的引信安在我們這一座島的身上，平心而論，也並非全無道理。這些年來，我們頭頂上的那一片天空從來就沒有真正平靜過。一架架軍機在海峽中線的反復穿梭，一艘艘軍艦在不遠處的游弋徘徊，那一根代表着緊張的弦幾乎時時刻刻都繃得緊緊的。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帕克所說的那一種意外，那種誰也沒有預料到的2架飛機或是2艘潛艦的猝然相撞，聽起來竟然一點都不像是天方夜譚。這也正是為什麼他這一個關於台灣的預言會讓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聽得格外揪心。因為那一個被他選中的引信不是地圖上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名，而是我們腳下
這一片真真切切，每天都在呼吸與生活着的土地。而且當時發出這種末日警報的遠遠不止帕克一個人。在那段最緊張的日子裡，有人翻出沉睡了幾百年的古老預言，說一場長達7個月的大戰即將到來。也有別的預言家信誓旦旦地說2026年就是第3次世界大戰的年份，甚至還有人放出狠話，說會有多達數十億人因此陷入饑荒。一時之間，整個世界仿佛都站在了懸崖的邊緣，所有人都豎起耳朵，等着聽那一聲最終的墜落的巨響。把這些聲音疊在一起，帕克為2026年準備的最終章是一個世界級的災難，一場以台灣為引信，或者以中東為導火線的全球大戰，一場核陰影沉沉籠罩在每一個人頭頂的末日，這才是他真正壓下去的最大的一注。然而，當我們站在此刻，回過頭去看，那場大戰並沒有來。中東的戰火在快速升高之後停了下來，並没有把全世界一起拖下水。台灣並沒有成為那根點燃世界的引信，沒有2架飛機在空中相撞，沒有2艘潛艦在深海對決，沒有飛向西方城市的核彈，沒有一場把烏克蘭比下去的世界大戰，更沒有那數十億在饑荒中倒下的人。那塊壓在賬本最底下、最沉重也最嚇人的巨石，到目前為止，掀開來一看，竟然是空的。帕克壓上的那最大的一注輸了，這就是他這份成績單上錯得最離譜的一筆。請容許我們在這一刻多停留一會兒，因為這個被我們輕描淡寫的稱為錯誤的東西，它的背後其實是一整個沒有發生的世界。在那一個沒有發生的世界裡，也許有一座座我們熟悉的城市早已化成了焦土，也許有無數個原本完整的家庭正在為再也回不來的親人痛哭，也許有許許多多年輕的生命被硬生生地捲進了一場根本不屬於他们的戰爭裡，再也沒能回家。帕克的這一次說錯，就像一隻溫柔的手，把這所有慘烈的可能性輕輕地全部抹去了，讓他們退回到那個我們永遠都不必親眼目睹的深淵裡。我們每一天都還在抱怨着塞車，抱怨着工作，抱怨着生活裡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卻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一份平平凡凡的日常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莫大的奢侈。而帕克這錯得離譜的一筆，恰恰就是替我們牢牢地守住了這一份奢侈。講到這裡，照理說我們應該要好好嘲笑他一番了。畢竟一個號稱看得見未來的人，竟然在最關鍵最要命的那一題上交了白卷。可是奇怪的是，我們一點都笑不出來，反而打從心底想對着這個錯誤深深地鞠一個躬。因為他這一次錯掉的東西是世界末日。你有沒有真正想過這件事的分量？在這份賬本上，他每對的一筆背後都是一場災難。星鏈被制裁是衝突，歐洲在燃燒是動盪，中東的核設施被炸是死亡。我們一邊替他打勾，一邊其實是在替整個世界一筆一筆地記錄着痛苦。他越是準，這個世界就越是痛。可是唯獨在最後那一筆，在那場會奪走千千萬萬條人命，會把我們所有人都一起拖進深淵的世界大戰上，他錯了。當一個末日先知在末日這一題上失了手，那從來都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那是我們所有人的萬幸。說來也是奇怪，我們人類好像天生就不太喜歡那些報憂的人。自古以來，那些開口預言災禍的人往往沒有什麼好下場，仿佛是他們的那一張嘴才把厄運給硬生生招來似的。報喜的人人人都愛，報憂的人卻處處遭嫌，這幾乎是刻在我們骨子裡的一種本能。可是只要我們願意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這一份本能其實完全顛倒了。那個告訴你前方有懸崖的人，並不是要害你掉下去，恰恰相反，他是唯一一個想要拉住你的人。一個專門預言災難的人，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從來都不是為了讓災難成真，而是為了讓我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趕緊轉身繞開那個深淵。所以對帕克這樣的人，我們真正該有的或許不是嘲笑，也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很複雜卻也很深的感激。這就是預言這門生意裡最深也最美的一個悖論。一個算命的人
如果算對了，你會中樂透，你會欣喜若狂。可是一個末日先知，如果算對了世界末日，那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開心的起來。所以對一個專门預言災難的人來說，他最大的恩典從來都不是他說中了什麼，而是他說錯了什麼。他說錯的每一場戰爭，都是一座沒有變成廢墟的城市。他說錯的每一次毀滅，都是一群還能好好活着、好好呼吸的人。從這個角度看，帕克在2026年最了不起的成就，根本不是他那一長串說中的災難，而恰恰是那一個錯得離譜的末日。而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帕克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他從來都不認為未来是一塊已經刻死的石碑。他的預言很大一部分來自一種非常古老的智慧，那套智慧反复強調着同一件事：未來是流動的，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帕克甚至親口说過，他之所以願意把这些可怕的畫面說出來，並不是為了嚇唬大家，而是希望人們因此送出更多正面的念頭，更多的祈禱，更多對美好結局的想象，好讓那一記重擊能夠被軟化、被推遲，甚至被徹底取消。如果真是這樣，那他這一次的不準也許根本就不是失誤，反而是這整套系統運作成功的最好證明。他在最前面拉響了警報，全世界因為害怕而開始警覺，開始克制，開始在每一個原本可能擦槍走火的危險瞬間多踩了那麼一腳剎車。於是那場本來要來的大戰就這樣被一次又一次的往後推，往後推，最後沒有發生。一個被預警過的未來本來就不該和那個沒有被預警過的未來長得一模一樣。也許這正是預言存在的真正意義，它不是來告訴我們結局已經注定，而是來提醒我們，結局其實還緊緊地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這件事其實就很像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曾經經歷過的一個場景。一位醫生看着你的體檢報告，神情凝重地警告你，再這樣下去，身體一定會出大問題。如果你因此被嚇醒了，從此戒了菸，改掉了那些壞習慣，開始好好的運動，那麼幾年以後，當那一場本來可能找上你的大病，最終並沒有降臨時，你會回過頭去責怪那位醫生，當年是不是危言聳聽，根本就說錯了嗎？你不會的，你只會打從心底的深深感激他，因為他當年那一句嚇人的話，根本就不是什麼詛咒，而是一記及時的警鐘，逼着你親手去改寫了自己的未來。帕克對這整個世界做的事情，或許就是這一件。他把那一份最壞的體檢報告攤開在全人類的面前，而只要我們當中有足夠多的人因此清醒過來，警覺起來，願意多走那麼一步，去化解那一觸即發的危機，那麼報告上最可怕的那一行預言，就真的有可能永遠都不會兌現。一個能夠讓自己的預言落空的預言家，才是真正了不起的預言家。而這份體悟，對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來說格外的重要。因為在帕克最黑暗的那一個劇本裡，扮演世界末日隱信的不是別人，正是台灣。前面那一頁懸而未決的中國，那個內部正在悄悄裂開的龐然大物，在他的故事裡，本來就該在某一個最不安的時刻，把矛頭轉向我們這座島，然後扣下那一道引信。當一個末日先知信誓旦旦地說，台灣會是點燃全球大戰的那一根火柴，而最後這根火柴並沒有被點燃的時候，我們怎麼能不長長地長長的鬆一口氣？這個錯得離譜的預言對全世界來說是一場萬幸，而對我們來說更是一份失而復得的安穩。他仿佛在我們耳邊輕輕地說，你們的明天並沒有被任何人提前寫死。當然，我們也必須保持清醒，賬本翻到了最後，並不代表所有的數字都已經結清。帕克的手上還有幾張牌沒有掀開。他曾經說過，在2026年的8月前後，日本的北部可能會被一團神秘的氣體所籠罩。那究竟是天災，是事故，還是某種更黑暗的東西？連他自己也說得含含糊糊。這個預言的時間還沒有到，我們無從替他打勾，也無從替他畫叉，只能帶着一點不安，靜靜地等。他也曾經預言過一些足以撼動全球市場的金融風暴。可是當春天過去，我們看到的卻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上市，以及全世界第一位兆元富豪的誕生。
那場他口中的崩潰，至少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以他描述的那種末日姿態真正降臨。而那一夜關於中國是否分裂的賭注，更是一場可能要用好幾年才能慢慢看清結果的長線豪賭。現在就急着下定論，未免太早。這些還沒掀開的牌，反而最溫柔地提醒着我們一件事：預言這件事，永遠都不該被當成命運的判決書。帕克說中的那些災難，沒有任何一件是因為他開口說了才發生的，那些火藥本來就堆在那裡。而帕克說錯的那一件末日，也同樣沒有任何人能夠拍着胸脯保證，它就永遠不會發生。未來依然是流動的，這既是它最讓人不安的地方，卻也是它最仁慈、最溫柔的地方。而當我們把整本賬本從頭到尾再翻過一遍，其實會發現一件很動人的事情。在帕克預言的每一場災難的旁邊，都默默地站着一個他沒有預言到的東西，那就是人類在最後關頭的自我克制。星鏈被四面圍剿，可是頭頂上的天空並沒有真的塌下來。歐洲的街頭燃起大火，可是整個社會並沒有就此散架。中東動了刀兵，可是那一場戰火終究沒有吞掉整個世界。我們人類就是這樣一路跌跌撞撞，吵吵鬧鬧，彼此猜忌，又彼此傷害，可是偏偏總在那最關鍵、最危險的一步之前，硬生生地把自己給拉住了。這一份在懸崖邊上的清醒與克制，這一份明明可以更壞，最後卻沒有更壞的選擇，才是這一整年裡真正最值得被我們鄭重地記在賬本上的東西。所以，當我們終於合上這一本厚厚的賬本時，請記得一件事：一個末日先知最大的價值，從來都不是他每一次都說對，而是當他在世界末日這一題上難得的說錯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還好好的站在這裡，呼吸着，爭吵着，奔忙着，愛着，活着。所以啊，下一次當你又在某一個疲憊的深夜裡，對着生活裡那些大大小小的煩惱唉聲嘆氣的時候，請你一定要記得今天我們一起翻過的這一本賬本，記得那一個錯得離譜卻又無比珍貴的預言，記得在這個看似平凡無奇的2026年裡，我們曾經離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那麼遞近，最後卻又幸運地擦身而過。我們之所以還能好端端地坐在這裡，為着那些瑣碎的小事煩惱，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多麼值得慶幸的福氣。